大家好。上一讲我介绍了这个初学者这个起飞降落和这个一些功能键这个上面的这个。现在呢，我再做一个视频，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比如一个船上啊，或者在一个不方便的地方，或者不平的地方，那个地不平，或者我们在卡车上，我们也想起飞，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没有平地可以那个，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卡车上起来也可以啊。还有降落，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手持起飞和降落，就手持起飞降落要注意握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这样立住，是吧？手指不要挡住这个，不要挡住尾部这两个灯，然后握住它之后，这样握住它，是吧？不要让它打到你这样嘛，这样握住它。然后呢，你在屏幕上这里面不是点一下这一边的左边嘛，看一下，这里一个起飞按钮可能看不清楚啊，这个点一下，是吧？然后出现起飞两个字，然后呢，你把它拉在手里，你然后按住起飞。当你这个时候要放出你的右前方高过你头顶，然后起飞。然后我在这里。这里录像不太方便，反正我就告诉他吧，点一下这个，点下去容易出现起飞那个原色的按钮，又没了。原色按钮，然后你就按住那个按钮，然后一松它就起飞了。现在我把它拉在怀里，可能看不到，可能这里可能看不到。然后呢，这个按住它，然后呢，这个要放在远处，然后一松。一松它就起飞了，看一松它就起飞了。距离远一点，反正一松它就起，看，这是上面。然后我这个降落呢，降落是怎么降落呢？还是正常的降落，你就用这个操纵让它向下，是吧？向下了嘛。然后你的手在这边啊，手呢，你通过这个不是让它降下来嘛，降到你的位置嘛。这个向下呢，这个向下。当你尽量的还是高于你的头啊，为安全起见，是吧？不要害怕，记住，胆大一点。然后你这个放在头部这个地方，然后立住它。后面为什么向上飞？因为后面有两个传感器呢，是吧？不让它再下降一点。就是你要从哪边呢？从这个头部去立住它。这个地方立住它之后，然后90度，一定要旋转90度，它就停掉了。你看，这就是起飞降落，是吧？通过这样握的，起飞的时候要把它放到你的右前方，就是高过你头顶，然后呢，按那个屏幕上的，按这个屏幕上的起飞按钮嘛。看看。看不清了，反光太厉害了。反光太厉害了，哎呦，我把它还是降低一点嘛，这样是不是看得清楚一点？就是按这个起飞按钮嘛，就之前看到了。按这个起飞按钮的时候，它就出现起飞两个字，然后你右手握住它就可以起飞了。好，我再来一下啊。现在我也可以另外一种，我手掌平托，是吧？当你不要让它手掌平托，我现在按住那个起飞按钮了啊。看，这个更简单，是吧？手掌平托它就起飞了，你看它就起飞了。我一个人操作太费事了，
所以我在叫独行者，我都是一个人在做事。还有，我还要控制这个三脚架，手机差一点摔下来遥控器，手机遥控器放在我的怀里面。好，第二种指挥就是什么呢？看一下吧，就是手掌平的把手机放在这个手掌上就可以了。当你练吉他的时候，我不提倡，吉他的时候还是采用这个拿的方法，是吧？我吉的时候没有平放，我怕不安全。现在我同样的按这个下降档来降低一下，降低一下，降低一下，我让它旋转一下嘛，旋转一下，上升一。当然我们接的时候肯定要高于你的头比较好，是吧？这样高于你的头。但我的隐式我让它降下来了，因为我的三脚架就在这里，我要隐式，不然我的三脚架拍不到它了。然后接的时候要在飞机前面这一部分，不要在后面，后面它就上去了。所以这个部分，然后呢，拿住它，曲着90度，是吧？拿住它曲着90度，知道吗？就这样，在这个前面拿住前面这个部分，然后曲着90度，它就停了。反正我都这样接。起飞的时候你也可以，起飞的时候一种是这样，是吧？起飞的时候这样，你这样拿比较好嘛，是吧？相当多许是吧？这样拿，然后你按住屏幕上起飞按钮，一松开的时候它就起飞了。降落的时候也是，只要按住那个左边摇杆，让它降到一定的高度，然后你手呢从这个侧面过去，抓住它头降落，是吧？当你起飞的时候，一种方法就是平放，是吧？这种起飞也行的，是吧？比如我再来一下，呢，按住那个起飞按钮，一松它就飞掉了。起飞。你看，一松它就飞掉了。导航联谊刷新。那一松它就飞掉了。好，我把它再降下来，侧面闭住，是吧？我让它后退一点，对，上去。然后你看我怎么抓住它前部，一定要立正的。你看啊，旋转的角度没有90度，它不会停，一定要让它旋转90度，你都89度它也不会停，一定要90度，而且你一定要立正它，是吧？不要松了它又飞掉了。好，这就是这个手持的起飞和降落，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下次我再学其他的操作方法，我是边学边录视频，我也是初学者。好，请大家关注我的频道，多点赞评论呐，谢谢。